这样破旧不堪的老房子，这是我家的祖宅，我准备把它改造成知否中的风格。房子后面还有一片竹林，竹林里有好多的杂草和砖头。这里还有一棵大树，但是已经枯萎长猫了。这2天把竹林里的杂草和砖头清理干净了，还有很多已经枯萎的竹子也要砍掉。这种被枯树压断的竹子也得砍掉，以后可以用来做点装饰品。老房子上长猫的水泥瓦了很多旧瓦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搬完。搞个这个办。我们还在一个瓦堆里发现了2个大家伙，给我吓到第一条直接忘了拍，结果大爷直接就把它薅了出来。不得不说，你大爷还是你大爷。现在就只找到了这么多旧瓦，还缺好多呀。想不到今年过年也是这样忙忙碌碌，春节期间买材料请人都是个问题，就还是继续鼓捣房子后面这片竹林。我准备在这片区域挖个池塘，养点荷花。我做菜经常要用，又不好买。挖竹根真的是个力气活。那猪肉口我是光饭。年前花了30块钱买了一堆石头，一大家人都在帮忙搬。我还把我叔叔叫来给我砌池塘。对吧？以后种上花草就更好看了。我的猫薄荷都还没有种，猫都来了。房子才算正式动工。这里的老墙历经几10年风雨，已经风化，花了3天时间换掉了所有老墙，现在堆放家里的杂物。9月初7，部分商家已复工，又去了木材市场，订下了我所需要的大部分木料。还在这里意外发现有我要的旧青瓦，又订了3万匹，加上年前爷爷帮我找的1万匹，瓦就够了。这2天把正屋新增的墙也建好了。然后开好了窗洞和门洞。透过门窗看屋后的竹林，已经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了。
把老家的破房子改造成知否风格第5期，我是晨晨。上期砌好了墙，接下来开始抹灰，叔叔叫来了他的工友帮忙，我也当了1天小工。等到墙体稳固，拆掉了老房子上的彩钢棚。老房子以前不是这种棚子，才刚安上2年就被我拆了。话说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，我这先房顶是有多久没挨打了？拆完彩钢棚，我订的木料也送到了。这批都是老木料、老屋架、老船子，年龄应该比2个我都大。只可惜立柱、挑梁、摆放的屋架和檩条安排上了。天房以后是用来养羊和堆放杂物的，我没有特别去在意，但结果似乎不太好，还好不会影响最后的外观。我还是去找了我表叔公出山，他做了很多年木匠，并且之后的这木屋架可以做我想要的榫卯结构。现在订的是船子，这些多出来的部分全部都要锯掉。老船子太厚了，连锯都锯不穿。还有多出来的檩条，这会儿订的是沿边，花了3天时间，偏房的木结构才算完成。但痛苦的事情才刚刚开始，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一家人一起洗瓦片。这1万匹瓦是我们自己收回来的，在各种地方堆放了几10年，瓦上有很多泥巴和蜘蛛网。花园水枪都冲得干净，一块一块的，硬生生洗了2天。我买的滴水和3星级回来了。这个买不到旧的，只能用新的了。今天终于开始盖瓦了。这个做的是3星级。见过贴瓷砖的，你见过贴瓦片的吗？这会儿做的是边级，盖了2天，左片房才算盖完。最近多雨，我家羊终于不用撑伞过夜了。最后解答一下之前网友们的问题，有人说为什么要买旧碗？旧的质量不好吧？我们来做个对比。
了。